以至此，皆为苛捐杂税之祸也。百姓苦于千里沃野而无立锥之地，百姓苦于朝廷不计数伤民之困，百姓苦于各级官吏之盘剥，民怨毒之深如溃地之水。欲故国安民，必去离捐。每念及此，未尝不抚膺流涕，恨不能亲持抚乐，破此疾弊。通州绵农乱情，知州赵英德已经函报，本部堂也深知离捐之弊呀，我已经启奏皇上，请求加税减离，可是几次朝议，没有圣裁啊。相帅，财离赈捐，势在必行啊。那你说应当如何呀？回相帅，财离可以打破洋商的垄断之力，使其洋货因竞争而降价求售；而任捐呢，可夺贪墨而归上下，比如说私事牵手、洽员，层层勒索的数成贪墨夺回，一半归入国库，一半让利于商民，官民两便，国库充盈，商民纳一笔捐税，可不受盐土刁难。哎，这样一来，既可杜绝各园司中饱私囊，又可省下大量开办举卡的费用，一举两得啊！这样吧，我即刻拟折，启奏皇上，减免通海沙场的离税。如允则已，如若两部不允，我可以班师两江，试行保捐，以护商民。这样可以吧？张简待通州百姓谢都县大人厚德。啊。夫人，我把三先生请过来了。三哥来了，弟妹，见过三哥。其实今天请您过来，是想商量一下给继侄再娶的事情。这事是不是有些太急了呀？继侄还在守制期间，不便操办婚事啊。我是怕沈家着急。继侄与沈家的婚约不是早就定了吗？是这样。我最近听到一些传闻，说沈家伯伯听说继侄要弃官从商，对这桩婚事颇有微词，还在犹豫要不要把道英姑娘嫁过来。有这事儿？这么多年，我没能给张家生下子嗣，我的身体每况愈下。长兄如父啊，继侄听您的，所以还烦劳三哥往沈家走一趟。我明白了，我今天就去一趟。谢三哥。拿出来！沈家东西解出来！官爷，没钱的。什么给我过来！把队拿出来！再通融一下，真没钱的。你们进去！就这么点骗钱的，说哪里？
曾先生，你没听。啊。哎呀，哈哈哈哈！世侄张茶见过沈世伯。哎，这季直呢？没跟你一起来？季直去江宁面见张之洞大人去了。哦，来，坐。好。世伯，林子沈家驰骋商海，经历代而不衰，此乃商界翘楚。哎呀，生意做得再大，也是四民之末。哪怕朝廷赏了功名顶戴，可在仕途出身的人眼里，你终究还是低人一等。你说这季直，他放着好好的翰林院修撰不当，非要学人家兴办什么实业？兴办实业，既是受张之洞大人的委托，也是四弟的决心。甲午之后，四弟痛心家国贫弱，一心想要强国富民呐。胡闹！你这不是舍本逐末吗？好好的在朝堂为官，为朝廷建言献策，经历除弊，这不是能更好的造福百姓吗？张沈两家缔结婚约我原本看重的就是季直他才高八斗，将来定能平步青云，光宗耀祖。世伯可对四弟与吴姑娘的婚事有什么想法吗？这季直与道英的婚姻可说是天作之合，婚约既定，老夫我绝不反悔。我也只是希望你回去再好好劝劝季直。张家三哥，吴姑娘，是我冒昧了，请三哥帮我个忙。吴姑娘客气了，你尽管说。烦请三哥帮我把这伞带给四哥。那除了这把伞，你还有什么话让我捎给季直吗？麻烦三哥告诉季直，不管我爹怎么说，我跟他的婚事我心意已定，请他出门在外，记得把这伞带上。没了。明白了。小二，这2块布多付下，王大人家。好嘞。爹，扶好了。爹。爹，你看沈掌柜的布店也好冷清啊。
沈老板，哎，今儿不收花这儿，来了好几波了，这是布店。沈老板，哎，哟，哈哈，你老爹，沈老板，哎，我们来啊，是想请沈老板呀给皇上说一说，把我们的棉花给收了吧。你老爹，我跟有的花商确实有点交情，可是我也不好强人所难啊。哎，是这样，那就不打扰沈老板了，我们到别的地方再去看看。老爹啊，别的地方你也别去了，布商和棉商商量好了，修行罢市，抵制离捐，恐怕别的家也不会收了。哎呀，这棉花本身就不好，要这样，这花要卖不出去啊，金宗明春都不好活了。走。弟妹啊，弟妹，弟妹，三哥来了。昨天晚上从沈家回来的太晚了，我就没过来。弟妹是不是等着沈家的回信，等着急了？沈伯伯对继职弃官从商，确实颇有微词。那会不会？你放心吧，我看道英姑娘是内心有主张的人。他会去说服沈伯伯的。你看，这是道英姑娘让我捎给四弟的信物。这把伞是？道英姑娘说了，她和老四的婚事，她心意已决。让老四出门的时候带着这把伞，就表明了对他的心意。爹，这么多棉花都卖不掉，怎么办呀？哎呀，能卖掉。明天啊，爹上崇明去，实在不行啊，上太仓。不是，棉花运那么远，这路上就要过很多税钱。唉，都怪爹没用，除了种地啊，没别的本事。爹，您别这么说。想干什么啊？我告诉你们啊，所有逃捐的都给我把捐税交清楚了。如果有抗捐不交的，就跟他一个下场，带走，把他放了。大胆刁民，给我把路让开！完了你们了，让开！老爷，他犯了什么事啊？为什么绑他？为什么？抗捐不交。我告诉你们啊，每家每户都把捐税给我交清楚了。老百姓抗捐不交啊，那是被官府逼的呀！你们还到处设卡，我们交也交不起，你让我们怎么办？来人，给我把这个领头闹事的给绑了，一起带走！再闹，全给你绑起来！状元公来了，大家静一静。状元公来了。请起，请起，乡亲们，请起，请起。
王师爷，你说谁是刁民呢？状元公，沈掌柜，这些人他抗捐不交，破坏风气，而且现在居然敢聚众闹事，这不是刁民是什么？我告诉你们啊，老百姓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带走！不要求这些狗官了，棉花卖不掉，烂在地里不如一包，我收个干净。我们把棉花收了，到衙门讲理去。乡亲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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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听我说，乡亲们，乡亲们，第一，不能烧棉；第二，更不能去闯州衙。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的日子就真不好过了。乡亲们，我也是海门人，大家家中父老受苦，跟我的父老受苦是一样的。如果大家能够相信我的话，今天暂且回去，我一定向知州大人、都县大人说明大家的情况，为大家酌情减免捐税，大家看好不好？不是，状元公，他们不明白，您应当清楚啊。千百年送棉了，洋行送棉了。有多少剩多少，洋行送棉了，有多少剩多少，大家都去啊！洋行送棉了，什么洋行在收棉？好像是三井洋行吧？日本人三井洋行，这是日本人在收棉。诸位，卖棉花的都排上队！诸位，卖棉花的排上队，排两队，卖棉的排左边，排右边，不要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听我说啊，来来来，来，诸位，不要挤，一个一个来，排两队，听我说，棉花我们都收，在我这边领取票据，完了之后呢，去那边签字画押，听明白了吧？来，我再跟你们说一下啊，快一点！我们的棉花以后只能卖给我们三井洋行，不许转卖别家，知道吗？我们是签了协议的，如果转卖的话是要赔偿的，知道吗？都听明白了吗？好，排好，不要拥挤啊，往里排，爹，怎么办呀？咱不卖了，卖棉左边，结款右边啊！来，起来。诸位。都排好队，来，棉花卖掉了，还卖掉了，咱这还有，可以进去了。好。日本人到通州来直接收棉，倒是省去了棉农往外运棉花的运费和离捐，还算实惠吧？大哥，好像没那么简单吧？慢点啊，爹。哎，四先生，爹。四先生，李老弟，您的棉花没卖啊？没卖。为什么呀？不说价格还算公道吗？他们收花呀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啊？要签字画押，保证以后啊，这棉花只能卖给日本人。日本人杀了中国那么多人，能有什么好东西？走吧，慢走，老爹高义。这棉花是不能卖啊！卖个棉花还签字画押，明年他们要不来了，又不能卖给别人，棉农的日子更没法过了。机智先生，一华，你陪大哥先回去，我去见见这日本人。你小心点儿。请。机智先生，上次见面向您提的事情，您考虑的怎么样了？不忙，西村先生，我有个问题想先向您请教。请讲。我方才在楼下看到西村先生大量的吃进通棉，这是为什么呀？很简单，在原产地收棉花可以降低成本。那为什么棉农的棉花只能卖给三井洋行呢？看来机智先生对此不满。其实我是在帮助他们。
帮助。你们定下如此苛刻的买卖条约，居然是在帮助别人。自上次与机智先生做今日长谈之后，我发现我们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却缺乏信任。西村先生，我们一非朋友，二不是合作，何必奢谈信任呢？您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是不是想把持通绵？我是在做一件好事。第一，我在为将来的生产储备原料；第二，我为棉农承担了他们所有的利润，让棉农把积压的棉花全都卖了出去，这对棉农和政府都是好事。你们知州赵大人非常的满意，是吗？眼下看可能是件好事，但是从长远来看就未必了。我想请问西村先生，有朝一日你们能够随意制定棉花的价格的时候，那棉农们是不是只能任由你们宰割？更何况所有华资纱厂是不是都得听从你们摆布？在商言商，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机智先生不是商人，可能一时还无法理解。不过，我上次提的建议，还是希望机智先生能认真考虑。机智啊，上年末你答应要兴办实业、创办纱厂一事，我已经上奏朝廷。你看看，小帅啊，皇上朱笔御批“知道了”3个字，这是何意啊？此事可为，亦或不可为，并无明确态度。不反对，就是可以办。本部堂又给你安排了一个通海商务总理的名头，虽无实质，但也是名正言顺。多谢相帅体恤。来，我还听说，你春节时与家祭的时候呈告，纱厂之事2年之内必须完成。是相帅，自在下接下纱厂一事，唯遭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所以呈告，既防人言，又正纪行。你的这份心气儿，本部堂心中甚慰呀。不过我还是想告诉你，商海艰辛，你所思所想、所见所闻未必一致，与你同行的人也未必跟你同心同德，你要有所准备呀。多谢相帅提点，机智铭记在心。自筹经费开工办厂，谈何容易？思来想去，欲求强国强种，仍应先办教育。教育之资，应以实业筹备。欲举实业，非开工办厂不可。唉，地方官吏谋事不足，有财力者力自当先，见思虑再三。官场虚名又有何用？唯有实业救国，方得始终。四哥，不走了，咱们就住这儿，怎么样？我托人已经把房间订好了。茂生啊，大哥，咱们住这儿不妥吧？
这有什么不妥的？你看，孟生，一来呢，咱们事情没做成，就如此贪图享受，这个不妥。再有，将来击鼓成功，咱们花的每个铜板可都是股东的钱，让人看着咱们，这个不妥。不是啊，四哥、沈大哥，咱们这次来呢是谈大买卖的，这儿的生意人呢大多是势利眼，咱们不显摆，他们都不拿正眼瞧咱们，就住这儿吧。孟生，如果说只识衣服不识人，那他也不是咱们的股东，您说呢，大哥？季直说的对，虽说做买卖以和为贵，但是要看跟什么人合，道不同不相与谋嘛。哎，我平常来上海帆布住的那客栈，条件不差啊，环境也不错，咱们去看看去。好，走吧。哎呦，那我这不是白忙活了吗？先看看。不是沈大哥、四哥，你们俩再琢磨琢磨，咱们也开个洋荤呗。行，可以，孟生。哎呦。好，喝着呢。哟，沈大哥，啊，准备好了？哎，季直啊，大哥，都安顿妥了。嗨，我做关中木生意，走南闯北几十年，习惯了，就一两身换洗的衣服。我开当铺一样，今后我也得过这种日子。自从你跟我说了办纱厂的事儿，我有一句话一直想问你。大哥，你我情同手足，有什么话就直说呀。坐下说吧。哎，四哥，沈大哥，咱们兄弟三人，您是老大，有什么话尽管说嘛。你当真想好了？想好什么呀？从商跟读书做官，没什么区别。既不能朝三暮四，又不能半途而废。甚至于，从商比读书做官更严酷一些。读书嘛，就是一个人的事儿，说大一点，是一家人的希望。从商可不同，先期要投入很多的银子，还要对几个股东负责任。如果你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将来可不好收场啊。大哥，您刚才这番话可谓是肺腑之言。我也是有点私心啊。如果半途而废的话，你可以回去做官，我和孟生可就没有退路了。是，到那个时候，兄弟之间反目成仇，那还不如咱们及时收手，不办纱厂了。那兄弟在一起，其乐融融，岂不更好吗？是啊，大哥，孟生，多谢两位坦诚相见。我也跟您说句心里话，您刚才这番话，在我决心投身实业之前，我早就想好了。我本天于野性，并无幻境，也怕自己心智不坚，所以写下来自勉。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8命9命可耻之官。你心智弥坚啊！可是你寒窗苦读几十年，这样放弃，岂不可惜了？我虽无意为官，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开纱厂、办事业，是我在问道。问道？
我好像有点明白四哥说的这个道理。你明白这道理？我记得以前四哥说过，这道理就如同一事不扫，何以扫天下？对不对呀？沾边不全对啊，大哥。我还没说完呢。强国就得富民。这沾点边了。想富民，就得先富我们自己。做什么能富？为什么不富？怎么做才富？富了以后如何能够富上加富？孟生，我觉着先把饭吃了才能富。来，饿了。是大哥。哎，真的，我刚才说的都是事实。你说咱们通州吧，要原料有原料，要人力有人力，水陆码头那是四通八达，真可谓是得天独厚啊！我在想啊，等咱们这沙场办起来了，那咱们肯定很快，那咱们就能赚上银子。然后呢，咱们会越做越大，跟着咱们一起入股的人就会挣到不少银子。再然后呢，沙场是越办越大，越办越大，到那个时候银子就如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万而万。张嘴。大哥，先把他嘴堵上，咱们吃饭吧，大哥。听教，落教。压教。盛大人吉祥，盛大人吉祥。宋大人，我跟你说的那个事，我们什么时候有空啊？你先别，大人啊！老爷，张简。哪个张简呢？张简，张继之。继之兄，别来无恙啊！多谢盛大人挂念，一切尚好。别叫大人，你我之间兄弟相称，许久不见了。今天啊，来到寒舍，我要好好的款待你。那就多谢幸孙兄。幸孙兄啊，方才看到您官威浩大，我这也不敢攀亲叙旧啊。我这样做啊，也有我的苦衷啊。我知道。李鸿章大人失势嘛。幸孙兄现在如果说刻意收敛，反倒让人觉得势衰。不是巧取豪夺，就是落井下石。幸孙兄现在刻意彰显官仪，是为了震慑宵小。嗨，知我者，继之也。幸孙兄，不知您是否愿意助继之一臂之力，筹办沙场？你想办沙场，是你的主意还是别人的主意呢？有什么分别吗？如果是你的主意，我劝你悬崖勒马，办沙场可不是儿戏。那要是别人的主意呢？如果是别人的主意，那就应下，拖得越久越好，这样不得罪让你办沙场的人，同时也不至于让你沦为四民之末。幸孙兄高招，妙计。但是幸孙兄啊，如果说商为四民之末，那像兄这般带着红顶子的商人，那这该怎么算呢？这个我也是迫不得已呀。我也是迫不得已。哎呦，李中堂大人让我办场，我能不办吗？张之洞大人口谕，我也不得不办。那南不拜张，北不投礼，又怎么说呢？
幸存兄，既然你我是这么好的朋友，季之就实话实说了。其实此次前来，季之心怀忐忑。相怀之争，我们就不必说他了。更何况幸存兄高风亮节，季之以为沙场要办。今日国势羸弱呀，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我认为这才是你我之间不得不办的真正原因，而且迫在眉睫。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说来听听。我以为啊，既然西洋的技术可以学习，那他们的管理方式、经营手段皆可学习。我准备采取股份制，只是建厂伊始，季之在乎两眼一抹黑，还望幸存兄指教一二。好，既然你已经决定了，为兄一定会帮你。这样，我介绍股东给你入股。多谢幸存兄。不必谢我，等沙场办起来，知道了那份艰辛，哈哈，你不恨我，我就烧了高香了。无论辛酸几何，不仅要办，季之一定办好。季之兄，鸿鹄之志，本官佩服得很呐。多谢。出資による工場設立の件について協議を進めよう。よし。ほとんど内容は北条通りに行いますが、株だけをちょっと調整します。どう調整しますか？株の半分は金淵宝石優先購入権あり、残りの半分は三井物産大部分所有以外一般募集で株主を集まります。その点については全く問題ない。それで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哎，太好了！这都说呀，万事开头难，可是咱们这次还挺顺的。今天沈大哥见了几个布商，他们都同意入股，再加上四哥现在又得了盛宣怀的相助，我看用不了1年，咱们沙场就可以办起来了。你也别高兴太早，我这边虽然有人同意入股，可股本太低，跟咱们需要的本钱比起来，9牛1毛啊。再说盛宣怀可也没说直接入股啊，他只是给咱们介绍了一个洋买办，叫郭华茂。洋买办？哎呦，那不成不成不成！买办的背后肯定有洋人给撑腰啊，这叫什么事儿啊？虽说是不差财力吧，但是你说这洋人裹进来，恐怕会以后处处刁难咱们。到那时候真谈成了，咱们听谁的？听他的还是听我们的呀？再说了，在通州办沙场，怎么能打着洋人的旗号呢？瓦关条约之后，咱们受的苦不够啊。这郭华嘛，我倒是听说过，是上海有名的康白度。什么意思啊？在洋行里干了10几年的总买办。不过他也不是一心一意的伺候洋人，他自己也有生意，跟江浙钱庄的关系相当好，常常有人因为生意周转，通过他去拆借。如今他跟盛宣怀大人走得很近，也想当个红顶商人。大哥，木生，你们2位说的都对啊。但是，我们创办沙场，初期什么最要紧？本钱。本钱就是银子嘛。银子本身不会犯错，是管理银子的人才会犯错。我觉着，在我们需要本钱的时候，不必太考虑他的背景，只要话事权、管理权在咱们手里，
就没什么好怕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过我听说，这人处事相当圆滑，跟他相处得多加些小心啊。好好谈吧。我们做人端方，做事认真，心底无私天地宽。先会会他。没错，好好谈可以，比圆滑，彼女は柳し月。名前のように。彼女は先に上海に到着し、君が滞在するところを整えてくれる。すみません。西村さん、やっとおいでになりました。どうぞ。料理の準備ができております。ここに参りましたのはほんの思いつきで、谷中さんはなぜそれを？どうぞ。はい。あ、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どうぞ。自分で参りましょう。どうか遠慮なさらず、ご自身のお家だと思ってください。先生の心遣いは深い理解しております。先生は私は新兵に拠点を持っているよう願いました友人を招待することでき、同時に私の望郷の根を和らげる場所です。西村さんは先生のお考えを理解していただくだけで十分です。何かあればいつでも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いつでも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中国に到着したらどこから、着手つもりだ？綿紡石工場。おその理由は？伝統的貿易分野では過小に挑戦するは難しい。しかしながら我が国は第一企業勃興を経て、業界はすでに洋式機械が生産の体制を整えました。一方で中国は工業化が遅滞しております。上海機器職業協は市場を独占しているとはいえ、まだ脅威とすべきものではない。私は自信を持っている。中国産の綿花で中国の綿棒企業を打ち負かし、中国市場を制覇する。いいね。すごくいい。ご指導をお願いします。はい。张员工，您请。我们郭先生啊，在办公室等您呢。张员工，哎呀，大驾光临，我这是蓬荜生辉呀！搅了您的清闲，还望海涵。哪里呀？您是光绪20年的状元，我呢是光绪12年的进士，都是有功名的人，正可以兄弟相称嘛。虚长您几岁，称您贤弟如何？如此甚好。请，多谢。这两位仁兄可有什么功名吗？一介布衣。哦。四海当铺江梦生，白丁啊！哎，这啊，无妨，这商人嘛，本就是四民之末，这功名一说，只不过是我这个读书人的一点执念罢了。坐。郭贤弟啊，哎，既不在朝堂，又何必这么执着于功名啊？其实我在意的并不是功名，而是读书人的出身。
想当年郭某也算是寒窗苦读数十载，只为一朝金榜题名能够出将入仕，可谁成想啊，遇上了洋务的潮流。虽然现在郭某是这上海洋行的总买办，但是时时刻刻我在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我还曾是一个读书人，不能愧对了圣人先师的教诲呀。说得好，不过以愚兄来看啊，是否对得起圣人教诲，实不在功名。此话怎讲啊？你想啊，读书之人嘛，为的是富民强国。只要能富民强国，不要拘泥于操业形式，更谈不上是否对得起至圣先师。状元公还是您通达呀，难怪这盛大人会对您赞赏有加。但是，做生意嘛，不能光靠嘴皮子说，咱们还是聊聊实际的。你们这个沙场，打算筹募多少股本金？共筹募60万两，其中1/3在通州解决，其他的在沪招募。哦，那这红利该怎么算呢？沙场以每100两银子为1股，一旦开车，每股可获利22两。以2万锭规模的计算，这个红利已经相当丰厚了。哎呀，你们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岂不是得有大把的人捧着银子求着你们入股啊？贤弟有什么话不妨直言啊。这样吧，我有2个问题请教各位，如果你们要是能答上来，我立刻入股。请讲。通州的鸡脚棉和土布的质量实属上乘，但是为什么上海的市面上却很少能看得见呢？那自然是洋人的鸡织布便宜啊，所以通棉和土布就没有了市场嘛。那为何土布的价格要高于西洋的鸡织布呢？家庭作坊成本高。没错，成本高了可以降，但是离捐却不能降啊。种花要收捐，织布还要收捐，捐上加捐呢。但是西洋的鸡织布不用这样，他们只要一次性的交够关税就 OK 了。所以单这一项，这成本可就是天壤之别呀。第2个问题，季之兄，您是受张之洞大人之意操办实业、领办的这个沙场，对吧？那么这个沙场以后的大小事务以及任免经营之类的，是不是都要向两江总督府报备啊？那是当然。张大人命我总领通海一带的商务，那沙场进展如何，自然是要禀报。哦，那不知这张大人入了多少官股啊？没有官股，所有股银都是商民自筹。那就不对了啊！股银来自于商资，那就应该算是商办。那您这沙场到底是商办还是官办？这事儿重要吗？要是有官府做支撑，我们办起事来岂不是更加方便吗？当然重要。如果你这沙场依附的是官府的话，那么商股自然说了不算。但是任由那些不安商道的朝廷大员胡乱指挥，甚至于中饱私囊，那季直兄您这个沙场就算是办起来了，也会很快的垮掉。我孤陋寡闻啊。据我所知，本朝尚没有放任商民自办工厂。盛宣怀大人掌管的招商局、织布厂算是官办吧？但是我们也没有听说他们垮掉啊。盛大人在官商两道浸淫多年，你拿什么跟他比呀？好了，贤弟方才所言是2个官窍，一为离捐，2为商办，是吧？对。好，张简领教了。
伤本逐利，不徇私情，还望状元公不要怪罪我话说得太直。贤弟哪里话来？方才所言切中要害，是我们花钱都买不到的经验，还望下次不吝赐教。好说好说。哎呦，四哥，说说吧。说什么呀？说说你的心里话呀。你让我说什么心里话？咱们溜溜的在上海可走了一大圈了啊。这个郭华茂的话，咱不可不听啊，但也不必全听。谁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糊弄咱们呢？他要是真的占着茅坑不拉屎，不给咱们使出银子，咱怎么办呢？孟生。你要让我说心里话，话可就不好听。大哥，我觉着今天郭华茂这番话，等于给咱们提了个醒。商贾官贾这个问题，之前咱们真得想清楚，否则后患无穷。是咱们把问题想简单了。哎呦，这官贾商贾不都是贾吗？有了贾，咱们就有银子；有了银子，咱们就能开厂；开了厂，咱就能开车；开了车就能出沙；出了沙，咱就可以赚大把的银子呀。孟生说的也不是全没有道理。官贾进来，也有官贾进来的好处。他们在官场上有面子，办场上有点经验，也许很快就能弄出一个很好的局面来。不是这么说，大哥。你看啊，镇江的丁立银，苏州的陆润祥，这都是官贾官办，举步维艰。孟生，你还想赚银子？我问你啊，官贾一进，是不是就有官员？官员一来，他就要管理，管理他就得说话，明明不懂还要胡说，颐指气使，吆五喝六。他是做官，他不是办实业。你再加上官场那一套，吃拿卡要，行贿受贿，裙带关系，排除异己，你还想赚银子，他就等着生气吧了。那依你的意思呢？我也没想好，大哥。办厂之初，举步维艰，甭管是官贾、商贾，咱们都得要。可有一样，话事权得在咱们手里。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不容易啊。大哥，事在人为嘛。走一步说一步吧。好赖呀，在咱们地头上呢。他们谁要是不顺着咱们的意思，咱们就给他来硬的。我还那个小泉，你讨好了没有啊？你这快了，来下锅。哎呦嚯！哎呦，你给我个抹布啊！你真是，哎呦！老爷，咱到了。郭先生终于把您给盼来了，在下西村宋兵卫。哦，有事愿意，万望恕罪。客气。承蒙西村先生的盛情邀请，我才得以来到这清幽雅致之地呀。该说恕罪的是我，冒昧打扰了。既然郭先生喜欢这里，那就里边请吧。好。郭先生，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哦 ，Thank you very much。百明啊，回去告诉太太们，不用等我吃饭。啊，请。
礼します。明小姐，这位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广丰洋行的主席葛焕茂先生。都是同行们给面子，不值一提。难得葛先生今天光临，一定要尽兴。酒先不着急喝。我有一个问题想向西村先生讨教。葛先生客气了，请讲。我听说西村先生去见了盛宣怀大人，而且态度颇为强硬。但是今天不知为何对郭某人却如此之客气啊！葛先生背靠广丰洋行，泽有丰源，手眼通天，我自然是对葛先生恭敬有加。你找我到底想干什么？帮我入股江建的沙场。怎么？这件事不容易做吧？不是不容易，是很为难。这是特意为郭先生准备的，请消纳。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这几年郭先生在广丰洋行的生意中收受回扣款项的记录。我想郭先生一定不会拒绝吧？是这样吧？你在威胁我？好，汉口路192号，就是广丰洋行大班卡尔文迪什男爵的家。这个账本尽管给他送去好了。郭先生，我不想把事情做绝。没关系，尽管送。另外，我再送你8个字：上下打点，和气生财。这炸茄盒做的不错。小泉，接好接好啊！好嘞。哎，接到了，稍等啊。好嘞，收绳吧。哎，啊，这你可不能乱动啊！这都是四先生的宝贝，你这笨手笨脚的，万一给弄坏了呢？不就是晒书吗？你这有手就会的事吗？你可不知道，这些书啊，娇贵着呢。小泉，你弄吧，一红也没这个耐心。哎，我看也是。四先生，自从这个团练停办以后，我在这儿白吃白住，我心慌啊。
您给我找点事儿干吧。等沙场办起来，有你忙的。好。哎呀，我忙也不怕，累也不怕，就怕闲着。哎，干什么呢？这是？三先生，你们的4先生呢？三哥，我在这儿。哎，赶紧下来一下，我找你有话说。好，我下来，三哥。这都轻了伤了，还是什么书啊？这。三哥，有事啊？四弟啊，我要走了。啊？湖广发来了调令，派我到湖北宜昌，任川盐，家里去作办。三哥，这个差事事务可繁杂得很呐。再说他极易夹在上级跟百姓中间，非常棘手。而且这么远的地方，我这多少还有点不放心。这父母在世的时候有过规矩，让你我一人读书，一人治生产。你现在是铁了心的要经商了，就是变相的找条路治生产。怎么的？你想把为兄和你绑在一条路上？也好，三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知道您一直有这个心。您什么时候走啊？我这几天就走了。那个沈大哥到江宁去贩布，我就搭他的船走。您说走就走啊？哎呀，这也不是今天就走。要不今天晚上陪为兄小酌一杯，就算是为为兄送行了。好，三哥。哎呀呀呀呀！这画的真的是惟妙惟肖啊，盛大人。但是我却觉得，这再好的西洋画师，也没法把您这一身的气质、派头给落于纸上啊。黄毛啊，你就会拍马屁啊！张俭去你那儿了？啊，去了。状元宫办沙场嘛，又是盛大人您亲自推荐，我肯定得尽好地主之谊嘛。你觉得张俭这个人是做生意的料吗？啊，张俭呀，初入商道，经验肯定是谈不上。我给他指出了办厂的2个难处，一是离捐繁重，难以裁并；二是这个沙场啊，最好是商办，若是官办，处处掣肘啊。本以为他能知难而退，但是没想到他却听进去了。哦，您想啊，盛大人，这张俭是带着状元宫的名头，又有两江总督署的诏符和皇上的朱笔御批，应该是盛气凌人呐。对我提出的刁难问题，该是大为光火。但是这状元宫却是虚心接受，而且还连连道谢，并指出这商办的问题的确是重中之重啊。不过这个张俭啊，做事常常是出人意料，此人不可小视。那依大人所言，您是打算入股沙场，助他一臂之力喽？黄茂啊，这个张俭呐，大人，好了，今天我累了，改日再画吧。黄茂啊，既然你已经给他出了考题，那就看看他如何作答吧。是。
静观其变，再做定夺。季之啊，跟你说个事儿，香帅将有所变故。香帅有什么变故？诸军兄请讲。香帅不日将回任湖广，所以召集请你前来商议兴办沙场之事。啊？哎，别愣着了，香帅在等着我们。来。来啦，季直拜见香帅。啊，坐吧。谢香帅，谢香帅。季直啊，我离任的事，诸军都跟你说了吧？说过了。香帅回任湖广，在您来说是大喜事。在季直来说，心中万般不舍。季直啊，我离任以后，你有了什么难处，可以直接写信告知于我。待刘坤一大人回任之后，沙场的事，你尽管去找他。谢香帅。眼下就有一件事情。还望香帅首肯。讲吧。季直在上海、通州、广招商贾，办沙场，我是想让民间绅商自办。这可不准。工厂放开商办，大量的财富就会流落民间。到时候朝廷要钱，本部堂上哪儿去给他拿银子？富国强兵不成，反倒摧毁了一大批的投机奸商。本部堂办洋务几十年，这道理我还是懂的。大帅，时已过午，不如边吃边聊吧。香帅，我大清搞洋务几十年，除了给某些贪官中饱私囊之外，为大清国库又增加了多少银子呢？国仇大度，古今有之。难道有了贪官，我们就不做事情了吗？香帅呀，不要说了。沙场只能官办，商贾不成。那只好请香帅另请高能了。张继直，你大胆！继直。张继直，你放肆！张继直，本部堂自认封疆大吏以来，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香帅息怒，继直也是为了办场才口无遮拦，我再去劝劝他。息怒，息怒，让他出去。哎，继直，继直，你别着急走啊！继直，再和大帅商议商议。还有什么可商议？哎呀，大帅虽然为官清廉，在湖广也做了不少的实事，可一个官办汉阳铁厂，弄了4、5年，花了几百万两银子，白白竖了2个大炉子在那里，却一块好钢也没炼出来呀！现在正求着盛宣怀帮他接这个烂摊子。还有这等事？盛宣怀是李鸿章的亲信，也是大帅的得力手下。大帅在湖广做了不少的事业，盛宣怀都曾参与。你今天说官办事业劳而无功，糜费国帑，中饱贪官私囊，这不戳破了大帅的心事呀？你这不是拱他的火吗？杨武新城败就败在官办上，还昧着良心替他们说话，大帅怎么想的？哎，人家都说啊，李鸿章办洋务是睁着眼睛睡觉，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不愿多事；而张大帅办洋务，劲头虽足，
却是闭着眼睛乱闯，所以我才铁了心走上班的路啊！不杜绝这些官渡，什么实业也办不好。道理大家都懂，官官相护，盘根错节，动一发而牵全身，利之所在，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彻底改变呢？就算不能尽改，也当在夹缝中找出一条生路来。岁在丙申，甲午战败，李鸿章签下卖国之约，遭天下唾骂。太后为平民怨，遂夺其顶戴。娥皇加冕，指明邀请李鸿章前往观礼。太后立刻收回成命，重新起复李鸿章为钦差。瞬息之间，才免忧戚。为洋人如此，体统何在？不想李鸿章访阿前进谏太后，列出57人不得任用，简竟名列前茅。党争若此，既寒心又可笑。瞻望北斗，念翁师处境，书生报国，何其难也！陈舍先把这药喝了，压压咳嗽，好好睡一觉，啊。四先生，玉红进来吧。哎，四先生，船已经备好了。又要出门。这个带上，导演姑娘给你的。谢夫人。四先生，口渴了吧？喝点茶吧。张相帅虽力倡实业，却主张官办，拒绝商办。其不知官办之弊有三：其一，官僚腐败，欺上瞒下；其二，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其三，结党营私，实效寥寥。若行商办，同股同权，责权一同，
可杜绝其弊，按劳分酬，择贤用功，融资多样，务实高效，必生机勃发。今张香帅回任湖广，刘坤一大人重掌两江，唯愿其重实而不务虚，支持沙场上办。张简拜见督帅。张简，李合肥起复之后开列了一张误用之人的名单，你的名字很是靠前啊。督帅说的是，张简也深感党争之机，且为我大清分外担忧。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张简不愿为官，只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哼，走吧。谢督帅。我听说陆状元在苏州办事业很是热闹，你在通州如何？回督帅，通州不热闹。陆状元动用了朝廷54万余两白银，当然热闹。我不过是仅仅打开了一点局面而已。今日来见本部堂何事啊？恳请督帅大人示下，允许通州沙场申领商办，不及关谷。不及关谷？是。申领商办？正是。此事你跟香帅提过吗？提过。香帅何意啊？不准。香帅不准，你还来跟我提？督帅，您是有所不知啊。我去上海召集商贾，上海商人一听说是官办，无不变颜变色，言而尽。本帅经营两广两江几十年，从未听过哪家实业是不入关谷的。督帅说的极是，可是督帅也该知道，自我大清办洋务以来，规模之广，投资之大，事到如今呢，尚不如比我们起步晚的日本，这皆是由于关谷所致。你莫忘了，你办的是大清的实业，不是你自己的实业。既知不敢忘，也不能忘。但是督帅，若想办沙场，他一定得有一些新的改革。我们不要朝廷一分银子，只是想请督帅示下，允许我们自立章程，自谋商贾。督帅，您可听说过，自搞洋务新政以来，升官发财最快的路是搞洋务，贪污腐败最快的路也是搞洋务。那些口口声声说搞洋务的人，他们不懂洋务，他们只是想借洋务给自己发财而已。所有官办的厂长，全是亲信权贵把持，贪污腐败形同衙门，甚至于去勾结洋技师来作假，冒领官款，用干股贿赂上司。这哪里是搞洋务？这分明是有些人私人的金库啊！如此下去，怎能够在缅铁上有所作为，与洋人争利呢？咱们远的不说，张香帅创立的汉阳铁政局，耗资600余万两，号称年产3万吨，现在2年过去了，只产5000吨，而且质量低劣，根本卖不出去。江南制造总局总办官居4品，带顶戴花翎上班。他一上班，回避肃静2相处立，工人不好好干活，打膀子，如此搞洋务，只能拉开我们与日本的距离。这样下去，日本不打进来，我们也只有亡国这一条路。大胆！甲午停战之后，
朝廷派我重掌两江。说实话，我是心灰意冷。1个多月上了3道折子，想要开缺回湖南老家种地，但均被驳回。你知道本部堂当年是反对洋务的吗？张俭知道。甲午一战，以为本该是重创倭国，马关条约该是我大清朝逼着倭国签订。可如今，张俭，甲午一战，说实话，让本帅是幡然醒悟，办洋务没有错。主帅，甲午之败实乃国殇啊！但是搞洋务，再走官办的路子，只有死路一条啊！老夫允你的沙场，不入关谷，但必须要挂一个官督商办之名，一切私员任用由你说了算。谢督帅。回到通州，好好办沙场，将来一定要和日本棉纱争个短长。是。